当我女友处于低谷时，我抛弃了她。多年后，她功成名就，用尽手段嫁给了我。人人都说我是她的白月光，是她最珍视的丈夫。可实际上，她每晚都带不同的男人回家，将我的心碾碎，也让我成了全城的笑柄。我从不反抗，不哭，也不闹，只是默默搬进了书房，安静的不碍她的眼。她恨极了我这样。一天晚上，她怒气冲冲的粗暴吻我，低声说：“你就不会嫉妒吗？”她不知道我生病了。在她日复一日试图伤害我的时候，我在默默倒数自己还能活多少天。我们结婚的第3年，我的妻子克莱尔包养了一个年轻英俊的男大学生，他叫瑞恩，个子很高，长得不错，完全是克莱尔会喜欢的类型。他留他在身边已经超过半年，比之前任何一个都久。朋友们都提醒我要小心，他们说克莱尔这次似乎对瑞恩动了真心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我生日那天，早上醒来，我流了鼻血，怎么也止不住。在医院，医生告诉我，我大概活不过明年春天了。我平静地点点头，说没关系，我不怕死，只是不希望过程太痛苦。有一种昂贵的药可以缓解痛苦，但我的钱不够支付，所以我去克莱尔的办公室找他帮忙。就在那里，我遇到了瑞恩，他刚毕业，在给克莱尔当助理。克莱尔正在开会，我坐在大厅里等。瑞恩不停地瞟我，然后凑过去对同事低声说：“所以那就是她丈夫，看起来真糟糕，又瘦又病恹恹的，像快死了一样。”他笑着补充道：“有人说我长得像他，我可没看出来。我帅多了。”我从光亮的玻璃墙上看到自己的倒影，头发凌乱，臃肿的外套让我看起来更加孱弱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其貌不扬，只是个等死的男人。一个同事碰了碰他，低声说：“别小看他，他要是收拾一下，你根本没得比。而且别忘了，克莱尔爱他。你要是惹恼了他，克莱尔会毁了你。”瑞恩不以为然，他翻了翻白眼，得意地笑了笑。他给我端来一杯茶，嘲弄地问：“那么，贝克先生，为什么克莱尔让你等这么久？真奇怪，不管我什么时候来，无论他多忙，他总会抽时间见我。他说我是他的优先考虑。”他得意地笑着，那一刻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几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。我想了想，克莱尔对待瑞恩确实不同。这些年来，他有过数不清的情人，把他们当作棋子来刺激我。每晚，他都带新人回家，试探我的底线。但他从不长久地留他们在身边，1-2天，也许1周。他总是很快就厌倦。但瑞恩不同，他宠着他，带他出去吃饭、购物、看电影。他们就像一对普通幸福的情侣。他给他钱，但也给了他感情。我看着他和善地笑了笑，如果你对他这么重要，何必甘心做他见不得光的小情人？你应该说服他跟我离婚，然后娶你。瑞恩的表情瞬间阴沉下来，他瞪着我，声音因愤怒而颤抖：“你才是那个没用的家伙，你不过是个吃软饭的，你只是比他先遇到我。但现在呢？你又老又丑，你能给他什么？”他的同事赶紧过来把他拉开，显然担心我会生气。但我没有，我早就告诫自己，不要因为克莱尔而动怒，不要因为他而悲伤，更绝不会自降身份去和他的情人们争风吃醋。他不值得。瑞恩被同事拉了回去，但他失去了平衡，摔倒在地，手里端着的茶杯也摔碎了。鲜血从他手掌深深的伤口中涌出，在地板上聚成一滩。透过会议室的玻璃，克莱尔看到了发生的一切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扔下文件，推开门，匆匆走到瑞恩身边。他抓着他的手，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担忧，皱着眉检查他的伤势。他的声音冰冷：“谁干的？”那个试图拉开瑞恩的同事害怕的后退，脸色苍白。我干笑了一声：“是我。而且说实话，他活该。”瑞恩咬着牙瞪着我，
然后喊道：是，我活该。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。是我被叫做小白脸、玩物。但是克莱尔，他看着他，眼中带着挑衅和激情混合的情绪。只要你爱我，我就会永远留在你身边。没人能把我从你身边带走。这话很荒谬，但他说的那么坚定，那么真诚，几乎显得勇敢。克莱尔忍不住笑了。他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，轻声说：别生气了，你会让我担心的。他待他不同，这一点显而易见。我垂下目光，不再对这场戏感兴趣。我只是平静地对克莱尔说：今年我生日，想要$50,000。说来可笑，我们是夫妻，却连彼此的电话号码都没有。我唯一联系他的时候，就是需要钱的时候。结婚前，我们有协议，他想要我，而我只想要他的钱。克莱尔一直讨厌我这么物质，但在过去，无论我要多少，他总会毫不犹豫地给我。但这次，他看着我，冷笑着说：钱可以给你，但是，艾萨克，首先，低下你高傲的头，向瑞恩道歉。克莱尔愿意花$50,000买回我的尊严，然后以道歉的形式送给瑞恩。这是他第一次为了另一个男人用钱来羞辱我。我握紧拳头，强忍着突然涌遍全身的剧痛，苦笑了一下。我转身离开了。我不再需要那笔钱了。我第一次对克莱尔感到好奇。如果有一天，他发现这笔钱本可以让我多活一段时间，如果他知道我死前承受了多少痛苦，他那时会是什么表情呢？4. 我一个人回到家，痛苦地蜷缩在床上，浑身冷汗。吃了一片安眠药后，我告诉自己，睡着了就不痛了。半梦半醒间，我梦见了自己20岁的时候。那时的克莱尔一贫如洗，但他深爱着我。那年我生日，我路过一家咖啡馆，看到一对情侣坐在窗边。男孩手里捧着一个白色的蛋糕，看起来精致、美味，而且昂贵。我依然记得那天雪下得很大。我捧起一堆雪，转向克莱尔，咧嘴笑道：克莱尔，你看这像不像蛋糕？他咬了咬嘴唇，把我拉进怀里，紧紧抱住。他不让我看见他眼眶里涌出的泪水。3天后，他带着一个蛋糕出现在我的宿舍楼下。当我看到他手指上的冻疮时，气得眼睛都红了。我咬牙切齿地对他说：克莱尔，你的手是用来读书写字的，不是为了让我开心而毁掉的。我说我不配吃这么贵的蛋糕。他皱起眉，立刻反驳道：艾萨克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你配得上这世间所有的美好。那天，我流着泪吃完了整个蛋糕。我甚至不记得它是什么味道了。我只知道，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吃过比那更好吃的蛋糕。5. 我睡了很久。半梦半醒间，我听到手机在响。接起来，是克莱尔的声音。艾萨克，他说。我淡淡的笑了笑，声音轻柔的回应：克莱尔，下雪了。我想要蛋糕。没等他回应，我翻了个身，又沉沉的睡去了。6. 我睡到半夜，被饿醒了。我去厨房找吃的，才发现克莱尔回来了。他给瑞恩买了一套大房子，他们住在那里。他给他做饭，逗他笑，等他回家。克莱尔似乎很开心，他已经很久没回这里了。他懒洋洋地靠在落地窗边，眼睛盯着我。我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，他却一把抓住我的胳膊。他皱着眉，轻声问：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？他的语气很温柔，仿佛还在关心我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猛地甩开他的手，厉声道：克莱尔，你现在又发什么疯？他看了一眼自己空空的手，脸色慢慢冷了下来。直到我走到餐桌旁，看到一个插满蜡烛的蛋糕，才意识到那通电话不是梦。我说想要蛋糕，克莱尔就买了一个。这是什么？求和礼物？但我快死了。我不再需要蛋糕，也不再需要它了。我抓起蛋糕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克莱尔皱起眉，然后把我推到墙上，声音尖锐：艾萨克，你在耍我吗？我无所谓地笑了笑：是啊，克莱尔，我就是在耍你。所以呢？我说想要蛋糕，
你就真的去买了一个。天啊，你还和以前一样可悲。我故意往他痛处戳，看着他的表情一分分变冷。他的脸完全阴沉下来，抓住我的衣领，把我拖进卧室。他把我推倒在床上，动作粗鲁而毫无顾忌。克莱尔气疯了，他的嘴唇狠狠撞上我的，嘴角都被磕破了。我推开他，声音冰冷，别碰我，克莱尔，你让我恶心。但他又扑了上来，咬住我的脖子，尖锐的疼痛让我倒吸一口凉气。他低沉严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艾萨克，你就不能对我服一次软吗？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你多久？我等了你多少年，就盼着你能主动来找我说句话。你知不知道你说想要蛋糕的时候，我有多高兴？结果你转头就把我当笑话。他退开一点，眼睛通红，含着泪水，死死盯着我，像是在等一个答案。我的眼睛也刺痛了，回瞪着他。房间里光线昏暗，令人窒息，我们谁也没再说话。克莱尔又凑近了些，嘴唇离我只有几英寸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是瑞恩。他顿了一下，接了起来。我能听到瑞恩的声音，带着哭腔，颤抖着。克莱尔，你真的要为了他离开我吗？你爱我。我知道你爱我。我现在在酒吧，喝了很多酒，有个女人过来搭讪。我讨厌她。你来接我好不好？带我回家，克莱尔，求你了。克莱尔起初没说话，他只是盯着我，嘴角弯起一抹冰冷嘲讽的笑。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轻柔却带着命令的语气：艾萨克，求我留下来，我就不走。他一定是忘了，很久以前我已经求过他了。我曾放下尊严问克莱尔，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谈？我们能不能不吵架了？我们能不能好好过？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？我记得当时他盯着我，目光冷得像冰。然后他笑着说：艾萨克，你不配。那句话一直刻在我心里，深深扎根。现在我终于可以把它还给他了。我抓住他的衣领，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缓慢而清晰地说：克莱尔，你不配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苦涩地笑了。他拿起电话，对瑞恩说：我这就来接你。看也没再看我一眼，他站起身，摔门而去。第二天，克莱尔为了瑞恩和另一个女人打架的照片在我们圈子里传疯了。这是他第一次把风流韵事闹得如此人尽皆知。记者们守在我家外面，我一出门，他们就围了上来，连珠炮似的提问。克莱尔的公司过去几年发展迅猛，他是西桥市的新贵，不仅有钱，而且美貌惊人，经常登上网络热搜。一个年轻记者问布鲁克斯先生，您对克莱尔和瑞恩之间的事有什么看法吗？我没有停下脚步，头也不回地说，一个是出轨的妻子，一个是知三当三的男人。你想让我说什么？那个记者紧追不舍。但我听说，当年克莱尔低谷时，你为了钱抛弃了他。后来他成功了，你又用感情绑架他，让他嫁给你。现在他和更匹配的瑞恩真心相爱，你却占着丈夫的名分，说人家是小三。你不觉得自己才是问题所在吗？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对他冷冷一笑。我抓住他脖子上挂的证件牌，读出他的名字，翻到背面，后面是山坡大学的学生证。我平静地问，你是瑞恩的朋友，对吧？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是克莱尔用尽手段要嫁给我？你以为我想娶她？还是说你是替她来的，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好让你的哥们成功上位？记者的脸一下子白了，他夺回证件，结结巴巴地说，我是瑞恩的朋友，但我也是记者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公平客观的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娶她，他恢复了镇定，继续说，那现在他爱上了别人，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？我冷笑一声，正要反驳，却感到一股熟悉的暖流从鼻子里淌下来。是血。有人讥讽道，布鲁克斯先生口口声声说不介意，是被逼结婚，看吧，气得自己都流鼻血了。我用手指抹去唇边的血，平静地说，
不是气的。我生病了，快死了。最近经常流鼻血。人群安静下来，那些嘲讽的笑容消失了，只有那个年轻记者还在说：得了吧，别演戏了，流个鼻血就是快死的人了。想博同情是吧？我最看不起你这种男人，整天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什么下作手段都用，真给我们男人丢脸。说完，他转身走了。他离去的身影，有些地方让我想起瑞恩，都让人感到同样的厌恶。我被记者围住的视频很快上了热搜。当天晚些时候，克莱尔公开回应说：我永远不会和我的丈夫离婚，请不要再打扰他。同一天下午，瑞恩的那个记者朋友被解雇了。然而，网络上对我的攻击却有增无减。这男的真恶心，不想娶为什么要娶？又没人拿枪逼他，还自称是初恋白月光。得了吧，就是个吃软饭的。克莱尔这么护着他，我嫉妒了。当年为钱甩了人家，现在又为钱赖着不走，说什么不想结婚，不过是立牌坊罢了。就是又想当婊子，又想立牌坊，虚伪。在一片骂声中，有一条评论格外显眼：你们能不能闭嘴？不知道真相就别乱说。人们立刻涌向那个账号，追问真相是什么。真相老套的掉渣。那一年，我妈被诊断出绝症，医生说是遗传性的。不仅我注定迟早会面对同样的命运，而且如果我将来有孩子，也极有可能遗传。我妈病倒那天，鼻血流得止不住，地板都被染红了。她失血过多，昏迷了3天。醒来后，她说的第一句话是：艾萨克，你得跟克莱尔分手。我呆呆地看着她，轻声说：妈，他不会在乎那个的。我不知道是想说服他，还是说服我自己。我妈轻轻握着我的手，点了点头说：我知道，她是个好姑娘。她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淡淡的笑了笑。你俩从高中就在一起了，每天早上她都骑着自行车在路口等你。你以为我没看见？我记得有一次，她给你买了个三明治当早餐，花光了她所有的钱。你这傻小子还贪吃。她撒谎说自己吃过了，你就信了，高高兴兴的把三明治吃掉，让她饿着肚子。她那时候也没什么钱，父母离婚，她等于是个孤儿。那12块钱可能是她一整天的饭钱，她眼睛都不眨就给你花了。我当时就想，我儿子真有福气，找到这么好的人。他聪明、善良，哪哪都好。可正因为他这么好，我才不能让他把一辈子浪费在你身上。同年，克莱尔的奶奶病重住院，他们感情极深，奶奶是他一手带大他的。克莱尔当时为了筹措医药费，已经焦头烂额。我妈说，女人的心是脆弱的，如果克莱尔同时失去奶奶和我，会毁了他。我握紧拳头，沉默了许久，才低声说：妈，我放不下他。说完这句话，我崩溃了，眼泪汹涌而出。我放不下他。即使10年过去了，想起来依然心痛。我买了妈妈最爱吃的柿子，打算最后一次去给她扫墓。我快死了，得去告诉她，我以后不能再来看她了。去墓地之前，我决定先去一趟克莱尔的办公室取回一样东西。我妈在世时非常喜欢克莱尔，那时她还健康，我和克莱尔也还深深相爱的时候。有一年，我妈去庙里求富，带回来2个瓷娃娃。她在男娃娃里放了我的生辰八字，在女娃娃里放了克莱尔的，说是能保佑我们，保佑我们健康，保佑我们永远在一起。我妈让我把那个女娃娃给克莱尔，但克莱尔不要给她的那个，他非要我的那个男娃娃。他说那个男娃娃傻乎乎的，像我，看着就让人欢喜。他说看着他就像看着我一样，他喜欢看见我。直到今天，那个娃娃还一直摆在克莱尔的办公桌上。我担心我死后，克莱尔会像扔垃圾一样把它丢掉。那是我妈给我的东西，我得拿回来，放在他墓前，让他陪着他。
我到了克莱尔的办公室，他正在看早上我流着鼻血 casually 说自己快死了的那个视频。看到我进来，他放下手机，没说话。我瞥了一眼他的桌子，发现原来放娃娃的位置空了。我皱起眉问，我的娃娃呢？